真我 X50。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 realme X50，也是 realme 在2020年新年发布的第一台5G 手机。这台手机之前在微博上呢已经曝光的差不多了啊，现在机型都这样。先在微博开一场这个发布会。realme 呢这个牌子吧，整个去年这个表现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喜欢的，尤其是发布的一些，比如说 X Pro 的那些旗舰机型，性价比是真的挺高的。看看2020年的第一款5G 旗舰。应该是中端旗舰是吧？表现怎么样？不关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盒子方面呢，依旧是 realme 的这个主题颜色，一个全黄的这个颜色啊。机器呢，我们是前期呢已经设置完毕。来看一下这个配件方面，一个 Type C 的数据线，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头，就没有什么别的了。这个充电器方面呢，它是 Work 的 4.0， 也就是30瓦的充电器，它是4200毫安时的电池，跟它直接相对标的这个红米这边的 K30呢，它的这个5G 版本呢也是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就是电池上呢，可能稍微的要小那么一点点。那么来看一下真机，跟这个红米这边呢也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啊。首先在 ID 方面呢，这次应该有2个主打的颜色，一个是极地，一个是冰川。我们手里这个是冰川啊，它说是偏蓝色，但是这个就是有点蓝绿色的那种感觉啊，是蓝色和绿色做了一个融合。整个机身呢也是做了一个后背的曲面的设计，并不是直角的，这样呢更方便握持。边框呢是塑料的一个边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它两边啊收的还算是比较的窄，但是呢它这个下巴K30这边相对比一下啊，大家可以直观的对比一下X50和 K30它们正面的这个颜值。挖孔的孔径上呢，X50这边的是4.88毫米，明显的是要比 K30这边稍微再大一圈的。这个挖孔周边的这个发暗的问题，这2台手机全部都有啊，这个是一个行业通病，这个是暂时谁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啊。玻璃方面是一个5代的康宁大猩猩玻璃，6.57英寸的 LCD 的一个屏幕，屏幕比例是20:9，整体的质感呢，我个人觉得要比 K30这边呢稍微的厚重那么一点点啊。整体的手感和质感上呢，也要感觉比 K30这边稍微的重那么一点点吧。这个120赫兹的刷新率，这2台手机呢配置还是挺相似的。比如说指纹这边也是选择了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12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呢就不用说了，这个日常使用中呢还是挺爽的。但是呢，我在这儿啊特别说一下，就是它120赫兹呢不是所有的界面都是120赫兹，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系统版本呢，可能有的界面呢不是120赫兹的，比如说在相册滑动的时候，这个就很难做到12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我也不能说哪个界面是有，哪个界面不是啊，它是会随着系统的更新不断进行优化。充电方面呢，刚才咱们都说了，这个4200毫安时的电池配上这个30瓦的国产充呢，它可以在1小时之内充满，而且它向下兼容这个20瓦的 Work， 而且还有15瓦的 PD。玩游戏的小伙伴比较在意的扬声器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单扬声器，但是它说了一个什么超线性扬声器，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对比一下。这次它的这个主摄呢是来自三星的6400万 GW1，K30这边呢是索尼的这个686，所以说在摄像头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4颗摄像头的参数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直接打在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前置也是双盲孔2个摄像头，无论是前置摄像头还是后置摄像头，它都带广角，这个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摄像头方面呢，其实它这一套呢并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前后的都是广角。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吧，就是这台机器上呢，它也有这个滤场系的超级防抖。在这个 Reno 3 Pro 那期视频中呢，我们测过那个超级防抖，其实还是很 OK 的。OK， 那咱们不废话，一起来看一下 X50它的相机表现，还有它的防抖表现到底怎么样。
X50的样片风格和 X2 Pro 的十分相似，都为整体画面亮度较高，并且发色较为浓郁。K30 在亮度和保护度方面都相对较低，X30 Pro 发挥则较为稳健。6400模式下放大来看，X50与 X2 Pro 的画面得益于亮度较高，保持了不错的纯净度，但是细节也因为过曝不如 K30。K30 的画面的噪点有些明显，X30 Pro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视频录制方面呢，X50的防抖应该是向大哥请教过了的，在实际效果方面确实要优于红米不少。这个红米打开运动跟拍之后呢，效果反而还更差了一些。OK，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X50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 Realme X50的所有实测数据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都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进入即可。OK， 重点来了，就是 X50 的处理器是765G 的。之前呢，我们前期体验 K30 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这个5G 的版本，都是这个4G 的手机。其实，在发布会的时间上是吧，也是做了一些小微调。之前的这个 K30 5G 版的发售时间呢是在15号，结果一听这个 Realme 是7号发布，它的这个5G 版本的发售时间呢就提前到7号。是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765G 呢 ，SA 和 ISA 双模的，在这个 Realme 3 Pro 那期视频中，我们跟大家详细聊过这个处理器。咱们先不废话，看一下 X50 调教的765G 跑分怎么样。之前在白文的视频中呢，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765G 这个芯片呢，它其实是定位终端的一个芯片。比如说你要玩超大型的游戏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吃力的这个我们实测过这个崩坏3，日常的画面中呢，都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卡顿，更别提什么这个深渊了。所以说，如果你是重度游戏爱好者的话，我建议你等待865。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5G WiFi 了，也是这个双通道的。5G 天线方面呢，它也是这个环绕式的天线。散热方面做的还是挺多的。机器整体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厚的，所以说这个散热方面呢，应该不需要太担心。如果太薄的话呢，可能这个内部的空间会比较少。这个厚的话呢，一般散热是不太容易出问题的。多功能的 NFC， 然后什么双频 GPS 这些东西呢，现在大家都有还有2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闪存方面 UFS 2.1 双通，在震动马达方面是一个转子马达。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级别的手机必备的。比如说你又想上这个 3.1， 又想上什么线性马达，价格肯定就上去了。现在我还不知道价格盲猜一下它的价格，我估计它应该会压红米一头，比如说1998或者1898之类的。反正我个人感觉 Realme 会压这个红米这一下的整个这台机器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其实其余的技术都是比较成熟的，只有2个点就是765G 换上了一个最新的双模5G 芯片，还有就是120赫兹的屏幕。这个其他的东西，比如包括摄像头方面包括其他的一些配置方面都是这个去年大家用的非常成熟的这一套方案，打造了这么一台 Realme 2020年第一台这个5G 手机。多说2句 Realme 的这个子品牌，其实它整个的这个机器呢，去年基本上所有的机器我们都做了这个体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在每个参数方面呢都是做了这个仔细的推敲。当然这样也注定它不会是一个特别旗舰，不管什么成本全部都堆上去的那样的一个手机。属性上还是偏向于性价比手机。大家可以想一下，去年它跟红米真的是贴身肉搏，每一个参数对标每个参数。但是这一次 X50 和 K30 这2台机器，刚才咱们也看完了，这个差别还是挺多的。我现在就期待一件事，看看这个农历新年过完之后，这2个极致性价比品牌把旗舰865能拉到多低。2000多块钱，2999这个价位段。OK， 更多内容呢，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数据库，我们每天下午的这个新闻资讯都在我们公众号里边，大家赶紧扫码关注一下。更多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和新浪微博，都搜索小白测评，与我们留言互动即可。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希望年前厂商们都消停一点，是吧？让我安安心心的把视频都做完，过个你好年假。